这是台 L3S 啊，看一下，头的掉下来了，臂也断了2根，看一下怎么回事。抖音粉丝朋友寄过来的啊，废旧的厂房附近去飞这一台 L3S。然后他当时说很着急，没有观察那个遥控上面的情况，也没有收心，直接就飞起来了。结果飞到10几米高的时候，飞机不受控啊，飘向一边，撞到了那个厂房的墙壁上面，结果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啊。老规矩啊，确定一下飞机的故障大概范围，大范围的故障先确定。从这个外观上面来看呢，掉下来这个云台啊，看着好像问题不大啊，这个镜头芯呢问题不大。R 电机啊已经卡死了，要用很大的力才能拧得动。这个 Y 电机呢虽然还灵活，但是也是一边高一边低了啊，功能的好坏还不得而知。这个 P 电机看着还算正常，然后这个信号线断掉的，云台排线也是断掉，减震也是烂掉的，这是外观看到的情况。机身右后机臂这里断掉，但是电机还是丝滑的。然后左前机臂这里也是断掉。然后呢，还有一个细节啊，左后转轴，你看啊，可以对比一下，这是右后转轴啊，挺紧的，但是左后转轴啊，感觉明显已经很松了啊，待会这里也是要处理的。在拍视频之前呢，已经跟这个粉丝朋友报过价了啊，大概的价格，然后故障已经报给他听了，报完之后我才拿来修的啊，但是具体里面啊就还没有去看啊。现在我通个电啊，点进去，哎，它居然没有红色字的报错啊，居然可以打奖。这样一看，给人的感觉好像问题不大哦。那我是不是可以打奖呢？可以试一下啊，在确保几个动力电机啊不卡转、没掉异物的前提下去打奖。啊，都 OK 啊，都是丝滑的。那我现在打个奖试一下啊，还真可以打奖啊。那我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视觉，看一下是不是正常啊，比较关心的。哦，视觉居然没问题哎，它这个算运气比较好了。讲真的，像这种 L3S 的机器炸机炸到这么严重，大概率啊视觉就会报错了。啊，就会坏掉了。它这个视觉居然没有坏，虽然没有报错，但是也不要高兴得太早。还有云台啊，图传功能，还有云台功能都还没有测试啊。我们接下来一步测试，关机啊，把底壳拆开。好，打开底壳，应该是没被修过啊，原厂的 UV 胶都还在这里啊。这个断得很整齐啊，只留了一个排线的接口在这里，断得非常的整齐，跟刀切一样的。信号线这边也是一样啊，揭开，这个断得相当的整齐。底壳拆掉啊，确认一下有没有图传，镜头芯是不是好的啊，这是重点。云台轴臂先放一边，拿一条我们准备好的信号线给它插上去。照理来说，我要准备一个包好的云台相机总成接上去试一下，刚好手上云台相机总成没有现货。飞机先开机，画面出来了，但是画面出来也并不代表是好的啊。往远处啊照一下看看，主摄。哎，好像没问题哦，啊，对焦没问题，主摄，因为我把这个手机的声音关掉了，所以它没有那种滴滴的一声啊。但是我这里看着它对焦功能是正常的啊，然后变焦试一下，这是遥控器的声音啊，这个是遥控器的声音 ，OK 没问题啊。长焦试一下，好像看着都正常。再看一下报错啊，没有相机的报错啊。那说明它的镜头芯是好的，镜头芯没有问题。好，关机。如果这样测试镜头芯没问题，那就确保了2个地方没有问题，一个是核心板的图传功能，一个是镜头芯本身。好，那2大重要部件没有问题，那其他地方就好说了。先把云台功能修好，再去修机臂啊、电机的这些功能。机身先放到一边去。像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全部拆开的，因为损坏还是比较严重的。一般拆这种都是从上往下拆，
拆这种盖子呢，薄并且硬一点的刀片啊，去给它铲开啊，或者是用风枪去吹，然后再给它挑开都可以。只是说风枪的话，你的温度不能调太高，一高的话这是塑料片，很容易变形啊，就像我这样子。好，然后再拿下这个限位盖啊，这是一个限位盖来的。相机框里面的3个螺丝怎么拆？大家可以看啊，刚好有3个孔，看到没有？3个孔刚好对准这3颗螺丝，然后我们把螺丝用长一点的螺丝刀啊伸下去，相机框给取下来了。皮电机的这一侧啊，这个盖子也要打开，因为这下面有2颗螺丝，它是锁住这个阿电机这个盖子的。OK， 把它挑开，拿下来。排线接口这里都有打 UV 胶，我们用风枪加热把那个 UV 胶给它处理掉。把这个排线挑开，背后有一个圆圆的盖子啊，也是用刀片给它铲开，这个轴就可以取下来了。好，当我刚取下来之后，就发现了第一个问题。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限位的一个小扣子，现在断掉了啊。这里断掉的话是肯定不行的。拿一个好的来做对比啊，这个地方有个限位，这个地方没了啊，所以这个下支架啊也是肯定要换掉才行的。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往下拆啊，把皮电机也要拆下来，把里面的 UV 胶先加热给它挑掉啊。好 ，UV 胶拿掉了。皮电机看着还好啊，并没有变形，排线也完好无损。这个阿电机刚开始我们转的时候呢，它是卡转的，但是我现在拆完之后，发现它并不卡转啊，丝滑的。继续往下拆，啊，用这个刀片给它铲出来啊。这个阿电机就拆下来了，排线倒是完好无损，转子转起来有一点高低不平了，应该是不影响使用啊，先放到一边，待会儿一起再看。接下来就是 Y 电机了，断掉的线位断在了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细节啊，它断在这个位置，所以导致呢，我转动的时候啊被卡住，阿电机卡住了。其实的话是因为这个断掉的这一小部分卡在这里，上支架的这个小盖子也给它拆掉。把这个信号线拿出来，这条信号线就不用看了啊，可以扔垃圾桶了。好，再看一下上支架啊，上支架也有个限位卡扣在这里啊，这个卡扣倒是完好无损，这个上支架看着是没问题。接下来就是 Y 电机，取掉之后啊，先不着急拆这个 Y 电机，我们先来转一转啊，看一下它这个丝滑程度。现在目测呢，就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形，转起来的话是有一边高一边低啊，很明显的，这个是受过物理撞击之后才有的这个现象。原则上面来说 ，YRP3个电机能不换尽量不要换，因为换完之后呢，还要去标定，还要去消错啊，比较麻烦。像这种情况可以尝试给它矫正一下啊，功能没问题，就是这个转子啊。转子这里受到撞击，它有点变形，看哪边是明显高了啊，我大拇指这个位置是明显偏高了，用钳子啊给它夹回去，刚好支架在这里啊，起个保护作用，给它夹回去啊，夹回去再转一下。如果你直接把电机拆下来这样去夹啊，很容易把那个电路给夹伤，或者这个电路变形啊。OK， 现在感觉好了很多啊，好了很多，然后还是有一点高低不平，我看一下是哪个位置，这边也有一点，给它夹一下。啊，注意力道啊，注意力道，差不多就行了。如果发现有个地方它不是偏高，它是偏低了怎么办啊？也有办法，拿这个撬棒，用杠杆原理啊，把它撬起来啊，借助这个坏掉的支架啊。那就像这样子啊，翘起来，高了就用钳子夹下去，低了就用这个撬棒把它撬起来。
OK， 现在基本上是平的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根排线也是断掉了，没用啊，扔掉。对这3个电机的基本功能进行测试，但是在测试之前呢，自己先做一个大概的判断，就是一只手抓住转子，一只手抓住定子，然后这样去摇摇它。看有没有明显的松动啊？如果说已经是明显松动，那就不行了啊。用那个电机测试板测，可能它功能是好的，但是呢，它的机械部分已经损坏。那你装上去之后，很有可能会有异响或者会有抖动啊。像这个我刚刚修复的这个 Y 电机，基本上就没啥问题了。然后这个 R 电机它稍微有一丁点高低不平啊，但是我感觉它应该不影响使用啊，所以就没去动它了。一样的啊，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松动啊 ？OK 啊，感觉还行，没有问题。再看一下 P 电机，也是 OK 的。电机测试板，这个电机测试板我们店铺有在售的。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强调一下啊，云台电机测试板啊，它仅只是能测试电路功能的好坏啊，它并不能测试机械功能的好坏。就是我刚刚说了，其中一个就是轴承，是吧？你轴承里面已经松了，那你拿这个测电路的肯定测不出来呀。再就是一个整个这个电机的变形，是吧？它有变形，你装上去它也是不行的啊，这个也是测不出来，需要自己去判断。然后再拿出一条我们全新的云台排线，这个电机要怎么去接，怎么测啊？这里就不详细讲了，我前面的视频有专门的讲解，把3个电机全部接好。好，先从 Y 电机开始检测啊，看功能是不是正常。点一下 Y。OK， 再来一次，这样的话就算检测过了啊。Y 电机有2个 OK 在这里，也并不是说这边有 OK， 这边又在转，滴的一声响，它就一定是好的。你也要去观察它转动的时候是不是转的丝滑。如果说它转动的时候已经是明显发抖了，或者它转得很不顺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也是不行的啊。像这个就很丝滑，没问题。R 电机跟 P 电机，特别强调啊，测这个 R 电机跟 P 电机的时候，一定是 R 电机跟 P 电机一起接上来测，因为这个 R 电机它同时负责给 P 电机供电。如果说你只接了一个 R 电机去测，并不能测出来它给 P 电机供电的功能是不是好的，所以2个一起测才准确。先看这个 R 电机的动作。OK， 再来一次都丝滑的啊。再看一下 P 电机 ，OK， 基本上没问题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待会儿可以往回装了。往回装呢就刚好相反啊，是从下往上装。我们先装这个 Y 电机，装上这个小盖子，这个上支架。要开始穿线了啊！穿完线之后呢，这个小盖子先等一下再盖啊，因为要先确定好这个线留多长之后再盖这个盖子。把这个 P 电机跟 R 电机装到这个新换的好的这个下支架上面去。P 电机也装上去，把里面的排线扣好。线从这边穿过去，R 电机的排线扣好。扣好之后呢，留下合适的长度。留下合适长度之后，再把线往回拉，注意往回拉。注意看啊，这里有个线位，这个线位的话是对准这个上支架的顶端这里的啊，这样子放下去才对。把
把这个线把它理顺啊，不要被压到了。接下来我们来上螺丝。你丢一下吧，丢一下后面。上支架的盖子给它盖好，盖好了啊。盖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后面那个小盖子也给它盖上，歪向一边放进去，用镊子把它压紧。再把下支架的盖子也盖好，把它侧面的螺丝也装上，相机框给它装上去。透过这3个孔把螺丝装好。相机框装好之后呢，穿过这个限位盖，把限位盖的螺丝装上去。先转动一下，看是不是丝滑的啊。如果说明显有卡转，那就不行了。接下来就把相机往上装就可以了。先测试一下啊，晚一点会给它打上 UV 胶的，先测试。这2边的盖子待会儿再盖啊。Y 电机的排线也装好，扣子扣上去，把这个信号线卡在这个扣子这里啊，刚刚好啊。上面破损的减震先给它拆掉，装上去试一下，把排线扣好。底壳就先不装啊，先不装。哎，云台动了一下啊。有动作了，哎，好像回正了呀。可以看到云台报错没有了。来控制一下云台俯仰啊，可以了，云台俯仰没问题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次把这个云台先拆下来，因为要换机臂，必须要把核心板拆下来才可以，才换得了。所以的话，我们先把核心板拆掉，拆下核心板。把要拆的地方上焊油。A few minutes later， 你的螺丝拍到了，直接把这个后机臂拔下来了。这个后机臂呢是好的，电机也是好的，它是什么问题呢？是这个转轴啊，转轴变形了啊！待会拆下来给大家看就明白了。它不是变形了，是裂开了啊！如果不更换的话，飞起来很危险的啊！我拿出一个我们好的转轴换上去。这一条是机臂本身就是坏的啊，拆下来。前机臂拆装都很麻烦的，就要把上壳全部都拆开才能拆这个前机臂。那我们再花点时间啊，视觉前盖给它打开啊。我们要拿一个薄一点的东西才可以插进去，打开。四局模块的这个盖子啊，也要给它拆开。它这个前机臂的线呢，它是绕过这个上壳这里，看到没有？这里有一股从背后绕过去的，所以必须上壳揭开这个线才拆得掉。然后把这个转轴拆出来啊 ，OK， 顶出来了。有个垫片，线是这样穿过去的，看到没有？这样子的。电机取下来啊，因为电机是好的。这个灯盖下面还有螺丝，所以啊，先要把灯盖也要撬开。这个脚架才可以拆掉。电机啊，从根部给它焊下来，打点焊油。装上我们的这个好的机臂上面去，这是一条好的机臂。这个电机的接口面向自己，中白黑啊，按照这个顺序，用手拉一拉啊，是不是牢固的？确保它是牢固的。确保都是焊牢固的，然后再把这个电机上螺丝。
OK 啊，换好了啊。另外一个机臂也是相同的操作啊，我这里就不详细拍了。A few minutes later. 花了一点时间，把2个机臂的电机都换好了啊，然后现在开始往回装。这个前臂在装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线呢它会岔开，会到处乱跑。那这个时候我们拿这个胶带啊给它缠一下啊。不要忘记了有个小垫片在这个位置，跟着小垫片一起放进去。先把转轴给它上好。这个转轴它前面是分左右的啊，是左边就左边，是右边就右边，不能装反。OK， 花点时间啊，给它拧紧了。穿过来，待会儿再一起焊，先这样子穿到这个位置再说。左后跟右后，把线穿到一些之后，用镊子把它夹出来。把这个右后臂也给它装上去。A few minutes later. 哦，刚刚发现啊，它另外一个转轴也有一点松，估计这个转轴也得换掉啊。再拿一个好的后转轴给它换上去。现在2个后机臂换好之后啊，都一样的很紧了啊，一点都不松了。啊，这样的话就确保飞行安全，焊接回去就可以了。A few minutes later. 线也理好了，往回装。A little longer than a few minutes later. 全部装起来了啊，云台自稳没有一点问题。然后看一下啊，这里没有报错了，已经没有报错了啊。好，起桨。起飞。好，起飞之后这里就没有任何报错了啊，视觉定位中。也没有任何问题，变焦、长焦也试一下 ，OK， 也没有任何问题了啊。几个避障 ，OK， 全部正常，搞定了。大家看我视频呢，可能顶多也就20来分钟，实际上这台机随便修一下3、4个小时以上啊。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